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时光茶馆，我是丽姐，欢迎大家来茶馆听故事。感谢大家的订阅，故事精彩的话也可以打赏请丽姐喝茶。在这里，我会为大家带来各种有趣的、扣人心弦的情感故事，不仅有甜蜜的爱情，也有跌宕起伏的家庭纠纷。今天呢，我给大家讲一个最近特别火的故事，这个故事有点辣眼睛，也很能引发思考，尤其是在婚姻观念、家庭关系这些方面，绝对让你大跌眼镜。故事的主角叫做小慧，是一个33岁的女人，来自深圳。她不算特别漂亮，但有点气质，属于那种越看越有味道的类型。她有着成熟女人的魅力，事业也很不错，是一名外企的中层经理。性格上比较独立，但也带着点强势的脾气。她有一个特别鲜明的特点，她非常懂得如何控制自己的人生。无论是在职场还是生活中，总能把事情安排得妥妥当当。那是个寻常的周末傍晚，小慧拖着疲惫的身躯回到家，刚把高跟鞋一甩，瘫在沙发上，就察觉到客厅里弥漫着一股异样的凝重。父亲手中的报纸抖得沙沙响，母亲则直勾勾地盯着他，那眼神仿佛藏着千言万语。慧慧，你看你都33了，母亲率先打破沉默，声音里透着焦急。这女人呐，青春就那么几年，婚姻大事可不能再拖了，得赶紧提上日程。小慧眉头瞬间拧成了麻花，坐直身子反驳道：妈，怎么无缘无故说起这个？我自己过得挺好的，工作顺心，生活也充实，干嘛非得相亲啊？父亲把报纸重重一放，抬眼扫向他，语气里带着几分恨铁不成钢。你自个儿觉得好有啥用？我和你妈心里明镜似的，你身边连个男朋友的影子都没有。再这么单着，往后婚姻可不就成了大难题？到时候孤孤单单的，谁照顾你？小慧心里那股烦躁劲儿噌的就冒了上来，她深吸一口气，耐着性子说：我真不着急，现在时代不同了，结婚又不是人生唯一的归宿，我一个人也能过得精彩。可父母哪肯罢休，你一言我一语，念叨着什么剩女的压力、传宗接代的责任，就像两挺机关枪，突突个不停。架不住这轮番轰炸，小慧终究还是妥协了。她咬咬牙，答应相亲，想着只要对方靠谱，也不妨接触看看，全当给父母一个交代。母亲一听，喜上眉梢，立马开启搜索模式，四处托人打听，逢人就问有没有合适的小伙子。没几日，母亲的电话就风风火火地打来了，那兴奋劲儿，隔着听筒都能感受到。慧慧，天大的好消息，妈给你找了个绝佳的相亲对象，条件那叫一个好，比你小1岁，模样周正，穿着打扮也精神，关键是上进心十足，今晚就去见一面，保准你满意。小慧一听，脑袋都大了，满心无奈。妈，这都21世纪了，还搞相亲这套？我自己社交圈子广着呢，找对象压根不是事儿。可母亲根本不容她分说，噼里啪啦一通安排，硬生生把她给押去赴约了。相亲当晚，小慧精心拾掇了一番，踩着高跟鞋走进那家高档餐厅。刚进门就见李明起身迎了过来，他身着修身西装，头发打理得一丝不苟，脸上挂着礼貌性的微笑。你好，慧慧。我是李明。小慧微微点头。你好。两人落了座，点了几道菜，一时间尴尬的气氛如烟雾般弥漫开来，只闻餐具偶尔碰撞的轻响。李明率先打破僵局，目光关切地看着小慧。慧慧，听说你在外企工作，肯定忙得脚不沾地吧？我觉着男人就得疼女人，要是咱俩成了，婚后我铁定帮你分担家务，让你能松快松快。小慧心底泛起一丝涟漪，这话听着确实暖心。可多年的职场历练让她迅速冷静下来，暗自提醒自己别被表象迷惑，甜言蜜语当不得真。还没等她想好怎么接话，李明又抛出一枚重磅炸弹。不过慧慧，我有个想法得跟你提前通通气。我这人事业心重，想在事业上闯出一番名堂，所以婚后不打算要孩子，希望你能理解。小慧当场就愣住了，瞪大双眼。你说什么？李明不慌不忙，耐心解释，是这么回事，咱们都处在事业上升期，工作压力大，要孩子不仅耗费精力，还可能阻碍职业发展。
我知道这话题敏感，可还是得摊开来说，省得日后矛盾。小慧只觉一股怒火直冲脑门，脸色瞬间冷了下来。你这是跟我提条件呢？婚姻大事，生孩子这么重要的事儿，你单方面就给决定了？李明依旧面带微笑，试图说服，不是条件，慧慧，我是真心为咱俩考虑。你看，没孩子牵绊，咱们能自由自在地追求事业，享受生活，多惬意啊！现在养孩子成本多高，压力多大，何必自讨苦吃呢？小慧气得胸脯剧烈起伏，她使劲攥着衣角，努力压抑怒火。李明，你够独立，可我也有自己的想法。婚姻在我看来是两个人携手经营的旅程，孩子是其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。我喜欢自由，但不代表我排斥孩子。李明见势不妙，赶忙点头，我明白这决定难，可要是真想长远走下去，孩子问题必须达成共识。此后两人对话如坠冰窖，小慧满心厌恶，只想赶紧结束这场闹剧。晚餐草草收场，她强扯出一丝微笑，谢谢你今天分享，我想咱俩不太合适。李明明显一愣，随即恢复笑容，没关系，祝你好运。小慧怀揣着一肚子闷气回到家，前脚刚进门，后脚父母就像守候多时的猎手围了上来。慧慧咋样？那李明看着挺不错，你们聊得还行吧？母亲眼中满是期待。小慧把包狠狠往沙发上一扔，没好气地说，不合适，他有些要求我没法接受。这啥要求啊？母亲急得直跺脚，是他对你不好，还是你眼光太高，挑三拣四的？他说结婚后不生孩子。小慧闷声说道。父亲一听，两道浓眉瞬间拧成疙瘩，怒声斥责，这什么歪理？结婚不生孩子，那还叫啥婚姻？为了事业连家都不要了，这可不是正常人的婚姻观。母亲却面露疑惑，轻声嘟囔，现在好多年轻人都这么选，不生孩子轻松自在，为啥你就不行呢？你也老大不小了，别太任性。小慧只觉热血直冲头顶，噌的一下站起身，双手握拳，怒吼道，我年纪大怎么了？就该牺牲自己的意愿，按你们规划的路走一辈子，凭什么呀？母亲被这突如其来的怒火吓得后退一步，眼神里闪过一丝慌乱，似乎这才意识到给女儿施加的压力有多大。父亲却气得满脸通红，手指颤抖地指着他，你这孩子怎么这么不懂事？咱家就你一个，传宗接代是大事，你不为自己着想，也得为家族考虑考虑吧。小慧气得眼眶泛红，泪水在眼眶里直打转，她哽咽着说，爸妈，时代变了，婚姻不是为了完成任务，生孩子更不是为了传宗接代，我想要的是一个相互理解、尊重、能一起成长的伴侣，而不是搭伙过日子、被各种规矩束缚的婚姻。你们口口声声为我好，可你们真正问过我心里想要什么吗？父亲气得一甩袖子，背过身去，哼，你这是被那些洋思想给毒害了，咱老祖宗的规矩不能丢。不生孩子，以后老了孤孤单单，有你后悔的时候。小慧绝望地闭上眼，泪水簌簌滚落，就算孤独终老，我也不想将就。你们根本不懂，我每天在职场拼尽全力，为的就是掌控自己的人生。可现在连婚姻这么私密的事都不能自己做主，活着还有什么意思？母亲见状，眼眶也红了。她走上前，想要拉小慧的手，却被小慧一把甩开。妈，你别劝我了，我累了，真的累了。说完，小慧冲进房间，砰地关上门，把自己和外面的争吵隔绝开来。房间里，小慧趴在床上，泪水浸湿了枕头。她满心委屈，既对李明的自私感到愤怒，又为父母的不理解而痛心。窗外，城市的霓虹灯闪烁，车水马龙依旧，可她却觉得自己置身孤岛，无比孤独。这一夜，小慧翻来覆去难以入眠。她想起小时候父母对自己的疼爱，那些温馨的画面如幻灯片般闪过。可如今，怎么就因为婚姻问题闹得如此僵呢？她又想到李明，那个看似完美却又带着致命伤的男人，难道真的是自己太挑剔，跟不上时代的潮流？天蒙蒙亮时，小慧望着天花板，眼神逐渐坚定起来。她决定给自己放个假，暂时离开这个充满压力的家，去外面的世界走走，或许在旅途中
能找到内心的答案，小慧简单收拾了行李，留下一张字条：爸妈，我出去散散心，别担心，等我想清楚了就回来。然后头也不回地踏出家门。他来到海边，租了一间临海的民宿。每日清晨，伴着海浪的轻拂醒来，沿着沙滩漫步，看日出日落，潮起潮退。在这片广阔的天地间，他的内心渐渐平静下来，开始重新审视自己的人生、婚姻与家庭。一天，小慧在沙滩上偶遇一位头发花白的老奶奶。老奶奶正坐在沙滩椅上，对着大海写生，画面宁静而美好。小慧忍不住走上前去夸赞，两人就此聊了起来。老奶奶得知小慧的困扰后，微笑着说：姑娘啊，婚姻就像这大海，时而风平浪静，时而波涛汹涌。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航向，可有时候也得顾及船上其他人的感受。你父母有他们的担忧，那小伙子有他的追求，你也有你的坚持，关键是要找到那个平衡点，别让船翻了。小慧若有所思地点点头，奶奶，我知道要平衡，可太难了。我不想放弃自我，也不想伤了父母的心，到底该怎么办呢？老奶奶轻轻拍了拍她的手，孩子，沟通是座桥啊。你得把心里的想法像倒豆子一样，清清楚楚地跟父母说，也耐心听听他们的心声。至于婚姻，合适的人总会出现，别为了结婚而结婚，也别因一时之气错过幸福。小慧心中豁然开朗，她谢过老奶奶，决定回家。回到家，父母一脸憔悴，看到小慧，眼中瞬间闪过惊喜与释然。小慧走上前，紧紧抱住父母：爸妈，我错了，不该跟你们吵架，让你们操心。母亲泣不成声：傻孩子，回来就好，是爸妈逼你太紧了。父亲也微微动容，拍了拍他的肩膀：慧慧，爸也有错，不该那么固执。你的人生你做主，爸支持你。一家人相拥而泣，冰释前嫌。从那以后，小慧依旧专注工作，闲暇时多陪陪父母，也积极参加社交活动。她不再抵触相亲，而是抱着开放的心态去结识新朋友。一日，公司组织团建，小慧在活动中结识了一位风趣幽默、同样热爱生活的男士陈宇。两人相谈甚欢，发现彼此兴趣爱好惊人相似，对婚姻家庭的看法也不谋而合。随着交往渐深，陈宇向小慧表白了：慧慧，我喜欢你的独立坚强，也欣赏你对生活的热情。我想和你一起走过未来的每一天，共同经营一个温馨的家，你愿意给我这个机会吗？小慧望着陈宇真诚的眼睛，眼眶湿润了，她用力点头：我愿意。时光悠悠流转，小慧和陈宇携手步入婚姻殿堂。婚后，两人相互扶持，事业蒸蒸日上，生活甜蜜温馨。不久，小慧怀孕了，一家人满心欢喜迎接新生命的降临。回首这段曲折的经历，小慧感慨万千。她深知婚姻并非一帆风顺，家庭关系亦需用心经营。在爱与理解的滋养下，方能绽放出幸福的繁花。亲爱的茶友们，小慧的故事暂告一段落，可人生的故事还在继续。希望她的经历能给大家带来一丝触动，也欢迎大家在评论区分享自己的感悟，或者打赏丽姐一杯茶，咱们下期再见。